你刚才问昌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严明吗？严明？你在严明处搜寻出一卷手札，我对你说过，严明是在找人，是找昌王？有可能。严明修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像宫门中人的习惯，但凡遇见哪位作古之人，卒年不详或者下落不明，他就会根据故纸堆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去推敲，试着去将这些不详之处填补起来。他的那卷手札墨痕上新，可见他生前对这位卒年不详的先帝幼子起了兴趣。他是怀疑昌王还活着？我离京之前已经吩咐武将，根据他这卷手札秘密核查了一番。等会儿，一个书呆子瞎划拉几句，你还当真啊？还核查？严明的推敲虽然称不上严丝合缝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。许如归在长安奉命杀了3个人，黔州进奏使卢传生负责长安与黔州的沟通联系，户部主事刘越分管西南驻黔事务，兵部尚书冯介遇害之前刚刚巡查完西南军务，还没来得及向朝中汇报任何巡查军务的情况。这些人都跟黔州有关系，黔州恰巧又是昌王旧时的封邑。这时候偏偏严明因为一卷推敲昌王下落的手札而遭人毒手。所以你怀疑黔州这些事情的背后主使是昌王，他害怕别人知道他还活着，所以杀了严明。不对呀，如果说他是主使的话，那武姬在杀严明的同时就应该把这书卷给毁了呀，他藏起来干嘛？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他杀严明不是怕有人知道他还活着，而是想有人知道他还活着。师傅，有一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一直要护着服毒自尽那小子？你以为我是在护着他？可不是吗？那小子肯定是服毒自尽，而且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这博古斋很可能就是线索，但是您在圣上面前只字未提，您这不是护着他吗？鼠目寸光，我不是在护着他，我这是在护着你我。徒儿愚钝，还请师父赐教。你以为圣上要查清此事，是真的想知道此事的真相吗？圣上那是为了试探我们。当年最后见过先帝之子的是我们，他这是怀疑我们从中搞鬼。那唯有给他这样的结果，才能算是圆满的交差。师父，您真是英明睿智。明德，今天师父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少学点油腔滑调，多长点脑子。截断黔州与长安朝廷的消息渠道，大批量的私铸铜钱，严防西南一带有关兵马的消息报入朝廷。若这些事情背后的主使都是同一个人，你认为此人所图为何？所图为何？谋反？没错，历朝历代的谋反者最终计划都是要做那人上人的，可死人是当不成皇帝的，也没有人会拥立一个死人当皇帝。所以他若想以昌王的名号登上皇位，就必须先让这昌王活过来。你是说他杀严明就是想让你把那手札给翻出来，引你得出严明之死是因为他发现昌王还活着的结论，借此推起舆论，以便用昌王的旗号起事。所以我一直将这件事情压着。可是据吴江传来的消息，长安城中已经有关于这位昌王还在人世的流言，料想他是看利用我不成，不得不用这最笨的法子强行散播流言。没有凭证，只有流言，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啊。我不是担心这流言能掀起什么风浪，而是他如此急切地散播流言，只怕是已经到了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的时候了。
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得赶紧把他挖出来。他在黔州搞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没准就猫在黔州呢。越要紧的事，越不能着急。如今黔州好似一团乱麻，千头万绪，但这些事情都是一环连着一环，一扣扣着一扣，只要能扯住一根线头，所有的事情就都清楚了。昌王是先帝的嫡子，圣上是先帝的叔叔。如果昌王还活着，你一手把他挖出来，这些事儿是他干的就罢了，万一他是清白的，啊？你让圣上如何自处啊？我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件事，才没有告诉你。你不是怨我不带你干那些要命的事吗？此事我确实有私心。什么私心啊？我若造不测，身后事就只能交给你，也只有你这张嘴，能哄住我母亲和兄长。啊，王爷，我来三法司的初衷就是想靠着我家老爷子，靠着我的兄弟的官威，好好当个纨绔公子的。你说这事儿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？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行，我活该。那许如归现在怎么办呢？带回县衙，还是送去刺史府？还是先留在这里吧。留在这儿？他刚刚杀了县城谭贵的父亲，留在县衙恐怕会出乱子。但若是越级送到李章那里，李章私底下查下来，恐怕免不了一番麻烦。王爷，你是怕许如归把楚楚的身世给说出来吧？此事至今都只是你我的推测和许如归的一面之词，证据确凿之前，不许对任何人提起此事。王爷，你惨喽！什么？你这里有人了。大唐所有尚未落网的犯人都在这里，当然有人了。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！朝中政敌，不服气的三法司官员，办事糊涂的地方官，还有秦峦那帮阉人，哪天不是合起伙来气你？你何时被气晕过？我给你惹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又何时对我发过那么大脾气？这么重要的线索，王爷你要好好推敲推敲。对了，我把这个给你带来了，如果不拿它当物证的话，就给楚楚留个念想吧。爹，问你件事。啥事儿啊？慌里慌张的。楚楚他娘当年死的时候，是死在楚楚的舅舅家吗？